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题目是香港迎来关键时刻，美国对冲基金先部署。先跟大家抱歉一下啊，道个歉啊，刚才我看错时间啊，就提前把我们那个直播放出去。但是如果提前把直播放出去呢，我也不想让大家等半个小时那么久，所以我就把它终止，所以重新来过。所以有一些网友呢跑了2趟啊，非常抱歉啊。那么为什么我会把时间看错呢？就是有点紧张，因为今天的材料很多，所以我没有有点手忙脚乱，看不过来啊，很多资料看不过来。所以就大概只看了一下，好像印象中快到时间了，我就赶紧准备啊，所以结果回头一看，哟，提前半个小时，所以就早了啊，早。先讲今天的新闻啊，今天新闻是人大常委会啊9号下午啊开了一个59次委员长会议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议题的汇报，然后委员长这个栗战书主持会议。为什么这个会议很重要呢？因为委员长会议啊，每一次人大常委会要开会，都要由委员长会议来定下一个常委会开会的日期和议程。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就是上个月底啊，两会刚刚结束，两会结束最重要的一个，对香港来说啊，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是什么？就是港版国安法。港版国安法已经全国人大已经通过了，这个议案已经通过了。这个议案一通过呢，就交给谁呢？交给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工作，就授权人大常委会就港版国安法进行立法工作。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就会看下一次人大常委会什么时候开会。所以今天的新闻就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就定下来是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6月18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议程啊，会议议程。人大常委会19次会议审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然后档案法修订草案，然后是人民武装警察法修订草案，然后是审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啊，然后是审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提请审议退役军人保障法草案，然后是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加入武器贸易条约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2019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19年中央决算，然后是审议国务院关于201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啊，等了一下呢，就好，我讲完，然后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就常委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然后就是这样啊，那么全国人大会议啊，5月26号以这个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啊。那么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具体法律和执行机制啊。那么它的这个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程序是怎样的呢？先是全国人大通过啊，然后是授权人大常委会这个立法，然后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然后草拟法律草案，
然后交给人大常委会审议啊，这是第2步。第3步，人大常委会对这个草案进行审议啊，审议通常要2到3次啊，或者他会据一些具体的条款啊进行咨询啊，这是第3个。第4个，然后法律草案交给人大常委会审议表决通过，然后呢表决通过之后呢再交给什么？表决通过以后再就已经成为法律啊，已经成为法律就通知啊，成为这个基本法附件3啊，然后通知这个特区政府颁布，即时颁布实施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草案里面没有这个议案，就是没有港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议程当中是没有港版国安法啊，没有港版国安法，有2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次港版国安法没有放到这次人大常委会上审议，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为什么？一般来说，人大常委会的会议的议程必须在委员长会议当中制定确定下来啊，不会随便改变的。这是一个法律议程，就是法定议程，这是第1条。第2条，会不会临时加呢？一般不会，很少见，非常罕见啊，一般不会见，因为之前他在这个制定这个议程的时候是表决通过的啊，那才能够这么去实施的，所以一般不会。但是我一直讲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特征不太明显的是什么？为什么？因为它的制度不太稳固啊，经常会变啊，所以也有可能性临时，但是啊，临时加的可能性非常小啊，所以在中国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啊，非常的小啊，那么我们就静观其变啊，但可能性非常的，就是说没有在18号到20号人大常委会这次人大常委会会期上审议的可能性，应该是在95%以上了啊，应该是这样啊，这是第1条。第2条，会不会有可能反映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国在港版国安法这件事情上开始往后退了呢？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个压力非常大，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港版国安法上面，美国也好，英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包括香港本地的反抗也好，北京方面觉得压力太大怎么办？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利益啊，中国的利益，但是我认为不仅仅是利益的问题，啊。那么他会不会先放等等看啊？但是这是不成立的啊，不成立的。为什么？因为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他已经启动了这个进程，就是港版国安法的惩罚机制，它就是你已经通过了这个议案，我就开始启动的了。你要么现在就停，你要么不停的话，它一直在往前推的。所以呢，你说先放，等风头过去了再出，别人不会买账。为什么？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那个上一次的引渡条例的修订啊，引渡条例就我们叫反送中运动，它其实到后面它已经停了，然后它中间呢，它也不说啊，它终止啊。他说：“哎，这件事情已经死了。”他也不说终止，
他不说一个正确的宗旨的这个表态，他不表这个态，香港人就继续反抗，到最后林郑没有办法啊，只好郑重宣布我们搁置这个条例的修订。那大家才这件事情结束了，好，我们就放在一边。那么这一次他会不会也是这样？我觉得没有用啊。为什么？因为你说我先放，等大风头过去了啊，风头不会过去的，风只会越刮越大啊，越刮越大。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不会这么笨，全世界都不会这么笨，说等你风头过去了你再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家都没这么傻，这么天真。那么他是不是意味着他在这件事情上退缩呢？有可能啊，但是不能完全。也就是说，他一天不撤回这个法案，这件事情其实都没完啊，这件事情都没完。我认为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在这件事情的进程是不会停下来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很有可能，那你从目前人大常委会的这个立法的这个情况来看，他没有排进去啊，有可能他们开始调整。这跟上个星期林郑去北京见这个哎呀，我这一下子嘴边上副总理主管，大家给我提示一下。港澳领导小组的组长，他去北京，那中间会不会有一些安排，跟这个有没有关系？韩正这嘴边上啊，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啊。如果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的话，可能中国在调整对港政策，这是有可能的啊，这是有可能的。那么，但是你看一下哈，这个今天的新闻，这个港澳办副主任原来是郑主任张晓明在一个网上的记者会上研讨会上说，香港因为今天6月9号，其实是送中条例反抗香港送中条例反抗的1周年1周年。那其实今天香港各地就是港九各地都有一些不同形式的抗议活动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张晓明张晓明是叫什么？张晓明是反送中运动的其中一个始作俑者，可以这么说他在这个特区政府举办的一场网上研讨会上说，香港现在的主要问题源于政治就是反对派及其背后的外部势力企图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变成一个反华反共的桥头堡，变成外部势力一枚牵制和遏制中国发展棋子，同时将此作为中央出手处理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事实依据。张晓明的这个话呢，实际上呢改变了原来公开讲的一个逻辑原来北京方面一直把香港人的抗争描绘成什么呢？描绘成经济形势不好找不着工作民生问题引发的这种怨气，他是描绘这些的那么这次讲我们现在这么做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反对派把香港变成一个反共桥头堡那么所以我们就要搞一个这个国安法立法。这个话其实是印证了什么呢？印证了之前韩正在两会期间讲的一个说法。韩正在两会期间跟港区政协委员开座谈会的时候讲的，他说是什么呢？他说4中全会就定了要搞国安法。为什么？原因是因为
之前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啊，这个话呢和这个是相吻合的啊，基本上是对得上的啊。那么不管用什么理由，反正他总是能够编一套理由出来。那么香港有没有变成一个这个反华反共的桥头堡呢？这个如果在香港回归了23年之后，香港已经变成反共反华的桥头堡的话，那这个张晓明难辞其咎，对吗？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当那个原来是中联办的主任，当成这个鬼样子，你还有脸跑出来说啊？好吧，大概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新闻，然后呢，就讲讲什么呢？外国资金开始部署这个香港的行动了啊。大部分这一类行动通常都是比较低调进行的啊，就是大家不会看见。但是有个人非常的高调啊，他一直就很高调，他是一个对冲基金的投资人，叫 Kyle Bass。Kyle Bass 我在推特上也关注他，他很早就开始关注香港的局势啊，他也很支持港人的这个反抗运动啊。那么彭博报道啊，这个 Kyle Bass 呢，就他的海曼资本 Heyman Capital 啊，6月1号成立了一个什么呢？成立一个新的基金，这个基金规模是200亿港元。这个基金用长期期权合同的合约的方式对香港汇率对赌，杠杆是200倍啊。那么赌注是什么呢？赌注就是18个月内港元连续汇率会崩溃，然后港元如果贬值40%，那么他们就会这200亿美元就会变成多少？200亿美元就会变成看一下啊。1280亿港元，64倍啊，64倍。但如果呢，18个月之内香港连续汇率安然无恙 ，Kyle Bass 的这笔200亿港元的这个基金全部 total loss， 全部亏光，这是一个对赌啊，对赌的期权。Kyle Bass 当年呢是08年呢，就是预测了08年金融危机之前，他预测了次贷危机啊，他因此出的名。然后呢，他实际上这一次的杠杆是200倍的话呢，实际上呢叫什么呢？这是一个他实际上是找了一个下家，或者找了若干个下家跟他签这个合同，然后跟他签的那个下家呢，必须在市场上对冲掉他们之间的风险啊，所以他签的这个200亿港元，实际上最终这些钱会跑到市场上去狙击港元，因为有人会接他的盘的人就要去对冲掉他手上的头寸啊，大概是这样啊。最近几个月啊，1-2个月吧，港元其实非常的强劲啊。那么我印象中上个星期吧，那个金管局还宣布，总共2个月，总共是400亿，卖了400亿港元。为什么？它一直处于强方，港元汇率一直处于强方这个强方市场。那么什么情况呢？到底是 Kyle Bass 是不是看错了呢？那么现在市场上是这样啊，现在市场上的情况呢是2个。第一个，像 Kyle Bass 这样的高调的做这个事情的人，通常呢他不会直接去做介入市场的东西，通常就是这种方式啊。这种方式呢，他是那个敲锣打鼓的人，但是真的要去狙击港元，那就不会这样敲锣打鼓了啊，就不会这样敲锣打，那就是悄悄的进村打枪都不要。我估计啊，这个时候
理论上来说，他们要做局，这个钱早就进去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剧本早就有了啊，这第二个。第三个，我们之前讲的啊，这个港元最近很强势，可能跟这个都是有关系啊。大家不要看一时之间啊，其实它居港元，你看港元不是很强吗？不一定的啊。我们在金融市场上面，大家看到的很多的现象都未必是真的啊，大家未必是真的。因为这些剧本如果能让你一眼就能看到结果的话，他就死定了啊，他就死定了。所以这些金融大鳄们，肯定不会，他的一开始的部署和发生的情况肯定和大家预测的情况不一样啊。那么不管怎么样 ，Airbus 都是赢家，为什么？2点，第一点，它是这个基金，它不管基金的输赢，它都会收2%的管理费，200亿，你想想，管理费不少的啊。而且如果他赢了的话，他们如果真的是赢了的话，他分15%的利润，好多钱，真的是好多钱。而且如果 Airbus 赢了的话，那意味着他就和谁有相同的江湖地位，那就是和那个谁，和索罗斯啊。索罗斯当年就是狙击这个英镑，最后英镑没办法啊，放弃了，最后赢了一堆的钱。大概今天的新闻大概就是这样啊。我大概分析一下目前的这个局面。目前的局面是什么？目前的局面就是暴风雨前的平静。第一个，我们先说美国，川普已经宣布啊，要取消香港的这个特殊地位啊。那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实包含若干个待遇，最核心的待遇就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啊，这是第一个。然后一系列的其他的待遇都会取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会惩罚这个中国和香港的高官，到底是谁不知道，但是他应该有一些切分的道理在里面啊。就这2条大家都在等着看啊，等着看。理论上来说，他应该是宣布之后看中国做下一步是什么。因为之前的是人大常委会通过啊，然后他就要看他是不是真的要开始干了。如果他真的开始干，他也会一步步的推进，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英国啊，英国已经宣布了 BNO 的这个持有者给他这个延长他居留在英国的时间，并且会给他一个路径，就是英国公民身份的路径啊，这是一头。另外，随着中国在这件事情的进程的往前发展，它还会推出更多的就是给香港人身份的这些方案啊。那么其实中国怕不怕？中国蛮怕的。为什么？拿着 BNO 的这些人，如果把房子卖掉，带着钱跑到英国去啊，那就等于什么？等于掏空了香港。为什么？跑到英国去的这些人，通常第一有钱，第二专业人士啊，他们在英国肯定是很受欢迎的。这些专业人士跑掉了，那香港就空掉了啊。就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来自哪里？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来自这些专业人士。如果这些专业人士跑掉了，那香港就完蛋了。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蛮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吧，大概是这样啊。那么这是英国，那么还有其他的啊，我经常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其实有很多的裂痕啊，西方阵营其实有很多的裂痕，其中最重要的裂痕是什么？最重要的裂痕就是
美国跟德国啊，美国或者美国跟欧盟之间还是问题比较多，其中核心的问题是美国跟德国、法国这两个国家之间是有问题的。那么你比如说像开这个 G7 峰会啊，七国集团峰会，川普说啊，不如到我那儿开，到我们这推迟一点，到我那儿开。默克尔说我未必来得了，说明什么？然后你看默克尔也好，这个马克龙也好，对，上个星期分别和习近平通电话啊。你看默克尔不去参加这个，他说我未必去的了，他没说死，但是其实大家一听都知道那是客气的说法，他就是不想参加。可是转过头来，他跟习近平通话，马克龙也跟习近平通话，当然，然后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因为疫情，所以延迟中欧峰会，但是中欧峰会这个星期又要在网上开啊，你可以看一下什么情况。所以实际上呢，美国之前一直做的美国优先的国策，其实对他的西方盟友有很大的伤害。西方的阵营其实是有问题。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香港议题跑出来，香港议题跑出来最大的一个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西方国家对于香港议题来说，他们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全部都反对中国的立场。那么西方国家就比较容易在香港议题上找到共同点，找到共同的立场，就比较容易整合啊。就我之前讲，不是有一个新的联盟出来吗？各国现在已经增加到原来是8个国家的议员啊，就是美国啊、德国啊这些国家的议员组成一个联盟啊，组成关于中国议题的联盟。现在8个国家已经增加到，我印象中已经增加到13还是14个国家的议员，西方国家就开始在这个议题上开始聚集，这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政治影响。就是你看一下这个议员这个议员开始建立一个这样的联盟，其实这个联盟是干什么？其实联盟就是我们叫选择议题，或者是议题选择。议题选择之下，它就会改变舆论，改变大家的政治取向，穿针引线，各国就慢慢的在弥合原来发生的这些裂缝，西方阵营就开始慢慢整合立场，这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的情况。香港问题一跑出来，这件事情就开始发生。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在香港议题上付出代价，他并不是太在意。很多人在讨论香港问题的时候经常讲，包括我本人我以前也讲，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一直在犯一些弱智的错误很低智的错误。因为你把香港打得稀巴烂，你对此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后来我们才看到，其实在香港的议题上，北京习近平也好，他们看重的并不是利益发生这件事情不完全是利益这里面有很多因素更多的还是本能，还是这种我们叫专制的任性。利益有没有考虑？我觉得根本没有考虑这件事情。所以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一旦在香港议题上西方国家慢慢的走在一起，当他们形成一个同盟的时候，中国就会遇到更大的麻烦。因为在其他议题上，以这个议题为前提，在其他的议题，比如说疫情的追责问题上，比如说赔偿的问题上，如果利用这个平台慢慢的去延伸到其他的议题，那中国就麻烦大了。所以尽快的在香港议题上止损，对于中国来说，他有可能做出一个这样的选择，或者是做出一个这样的决定。为什么？因为后面的
后面的这个付出的代价，我一直讲，中国如果一直在这件事情上一意孤行往前走，他在香港议题上付出的代价会远远超过香港议题。道理就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中国继续往前走，对香港人很惨，香港会面临灭顶之灾都有可能啊，就可能香港就不在了啊，就香港的光辉再也不存在了。但是中国会付出什么代价？中国付出的代价就是西方国家慢慢的走到一起来，然后建立一个平台，建立这个平台之下，讨论什么问题？讨论追责问题，讨论赔偿问题等等，其他的统一对中国的立场，那中国就麻烦大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有没有可能在港版国安法上现在停下来？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那因为他这么做对他是有利的，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他也有可能不停下来。为什么？集权的任性啊，这就是集权的任性啊！所以我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大家梳理一下。香港的问题就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啊，一点都不复杂，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到底会往哪边走，不好说啊，真的不好说。就是什么呢？这其实是中国的不确定性啊，越是集权的国家，它不确定性的东西越大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就进入这个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我还讲一句啊，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请大家特别要点赞，就我们今天的上午的这个节目又被限流啊，然后还流量数据冻结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看它都是正常看，但是它的统计数据就不统计进去啊，这不统计，这非常 YouTube 一方面限流，一方面还在冻结我们的统计数据，这非常的无良啊！这是一件非常无良的事情。YouTube 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我们就想起之前 YouTube 做这个销肉圆的这件事情啊，那么现在又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不理解啊！Google 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声称自己不作恶。但是我就眼见着他在作恶，所以请大家给我们点赞啊，使劲给我们点赞，我们来抵抗这个平台的限流和五毛的捣乱，好吗 ？OK， 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三个情况、问题、观点，好，谢谢啊。Ziza， 谢谢。又收不到通知了，请大家点赞支持王老师，检查关注啊，没有通知到时间就来，谢谢啊。贝拉瑞，谢谢 ，Kentim Lee， 谢谢，Rick 周，谢谢，王先生早安，这2天错过直播，请先生喝杯咖啡，好的，谢谢啊。然后是，我是不是点错了呀？我这没有更新这是上午的，为什么没有更新？我只能在这里看了。好，明线一下 ，Little Lamb， 谢谢 ，Harry 张，谢谢 ，Zook 王，谢谢，恭喜王先生订阅到200K， 谢谢，赞一个，你坚持不懈的做节目，我们坚持不懈的支持，谢谢 ，Daniel 梁，谢谢。李梅，谢谢 Jeff 王，谢谢 Mike 朱，谢谢 Judy 王，谢谢老师辛苦了，这几个月和你学到很多，谢谢您对很多市场现象的抛砖引玉，激发思考和您的坚持不懈，一直支持你，感谢坚俊丁，谢谢 Bella 瑞，谢谢
观点，王先生完全不知道左派对言论打压的程度啊！在这次大乱之前，左派的战术就是 cancel culture， 任何人敢挑战他们的意识形态，就会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开除。这次运动过程中，他们更是把这一武器用到极致。今天 Tim Pool 举例一大长串因为异议被开除的媒体人，现在人人自危，除了无所顾忌的自媒体，没有人敢发声。OK， 观点，会审议港版国安法是在最后的等的内容当中，等这个名字名它很多，不会的，如果是有议案的话，它会列出来啊。等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1、2、3、4、5会有个等啊，等。通常呢，还有没有讲完的，他会讲等啊，如果我还有等其他，如果还没有讲完，他会讲其他啊。所以这个等呢，并不是讲后面还有啊，后面还有他会讲等其他。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法案的话，他不会用等来代替啊，相信我。问题，王老师好。在 CCP 在香港问题上减速，是不是想离间西方国家，或者说延迟西方协调立场的进程？怎么说呢？离间不用减速，他都想离间，任何时候他都想离间啊。这个，但是他减速能不能离间不一定啊。那用这种方法来离间，是不是有点奇怪呢？是不是？不确定啊。观点，上午的直播，王生说美国误判中国意图，但事实是没有可能进一步直接到位，民主国家都有修正的路径，但习包子会让美国一步步明确修正，所以这个包子总加速师是没有错的，是中共的掘墓人。我不是讲我的判断，并不是讲它不到位，我的判断并不是讲它不到位，我的判断是讲，我的说法是认为美国在误判。就是误判是什么？误判就是明明是这个，你认为是这个，这叫误判。你说的是我先到这里，然后下次再到这里，我们讲的是不同的一件事情。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认为是明明是这里，结果他说的是这里。OK 啊，情况，本人在江苏某国企单位，马上年满35周岁，昨天被告知重新加入共青团微信群，必须关注共青团公众号实名制，每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还有一个就是党员有19个不准，就是离开岗位之后，就是公余时间有19个不准啊。这个中共已经越来越像就是之前不是那个谁有一个叫我这脑子不好使，什么霞来着？蔡霞讲一个内部讲话讲那个习越来越像黑社会老大了黑社会老大。那么现在呢，这个党管理的运作过程越像邪教了什么叫邪教？邪教是什么？邪教就是我不仅要管你的忠诚，我还要管你的日常。你不仅上班的时候要听我的，你下班以后你还得听我的，还得管着你，这就叫邪教，越来越邪教化了情况，我上周说过，金管局采取港币强方兑换保证措施，是控方在吸入港元筹码。Kyle Bass 去年5月23号就在推特上宣布要做空港元，他很有智慧，很懂中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次已经布局2年多，如何操作我们就看戏吧。
股汇债和楼市的立体战要上演了，我一直有关注和跟踪 HK 的情况。是的，就是这样啊。强方兑换保证是不是空方在吸入筹码呢？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啊，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市场现象。最能感觉到的是谁？最能感觉到的就是在市场里面的交易员啊，他能够感到一些情况，就是一看哟，这个买单很强，什么情况啊？他这些在市场里面的交易员会比较有感觉啊，但是外面的人看呢，一个市场现象有很多种解释，而且你要知道啊，这些金融大鳄他的剧本不会让你那么容易看懂的我看一下啊，提问：大陆现在在让网易之类的企业进入香港，美股撤回的中概股也可能进入香港，大陆保港币的部署也很激烈，这对未来港币、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走势有什么影响？会挡住人民币和港币的贬值，汇率贬值吗？那我没办法预测啊，这个没办法预测，因为有人在这里做局啊，这一看就是有人在这做局。谁在做局呢？当然我们不知道啊。现在就是敲锣打鼓是 Kelbus 已经跟大家讲，那我有200亿港元在做空港元，200亿港元的基金在做空港元，我跟他对赌18个月，他的周期就是18个月。那如果赢了，我就64倍啊，我输了我就一分钱都没有，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这是敲锣打鼓在面上的人，那么真正干活的人呢，肯定已经悄悄的进村了啊。但是谁在做我不知道，他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所以他会怎么做不清楚。现在有三个主要的因素我们要考虑，第一个因素就是港元。第二个因素是人民币，第三个因素港股股市或者是其他的市场其他的金融市场，但是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还是股市。那么这些他们不可能在一个市场上做动作，他肯定是在若干个市场同时有一个，刚才那网友讲得很清楚，就是股市、汇市、楼市包括人民币，包括港元，这是个立体作战所以这个剧本不好猜的因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大家看着吧看看吧。人民币跟港元的不存在贬值的问题，港元就是连续汇率，那么要么就在，要么就崩溃，没有贬值这件事。人民币会不会贬值？人民币也有贬值的可能性但是人民币贬值就是一场金融风暴，这两个港元和人民币就是难兄难弟，他们是挂在一起的看法，王老师好。最近香港的一个富商在 YouTube 上面力挺香港的年轻人，亲力亲为上街支持，接受媒体采访表明立场。好感恩OK， 他的爱大家有目共睹。目前为止，香港唯一公开反共的富商，好感恩他是富商吗？我没听说我印象中他好像不在香港吧？我印象中是情况坐标伦敦，如王先生所料，一大批香港金主转战英国。6月刚开始就有2笔大单。6月3日，香港天海集团以 1.21 亿英镑的价格买下位于伦敦金融城的写字楼，成为英国出现疫情以来金额最大的一笔写字楼交易。今天香港的房地产信托领展已经报价，欲买入
金丝雀码头核心区的写字楼，该楼作价 3.9 英镑，领展是亚洲最大的房地产信托，一旦成交将成为欧洲的首笔房地产投资啊。OK， 观点，200亿港元就想赌港币下跌 40%， 有点做梦。凯尔巴斯真的拿200亿去赌，会不会大张旗鼓？也不会大张旗鼓的说，这种对冲基金操作是神不知鬼不觉的。200亿当然冲不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啊，这个没有人这么说过，他只是赌它会崩溃，他不是拿这个钱去冲击联系汇率啊，所以你没有听明白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第二，他拿200亿港元去赌，不会大张旗鼓的说，很抱歉，事实他就是大张旗鼓的说了啊，所以你错了。观点说到邪教，之前有各类邪教组织洗脑控制的书和文章，还有很多人虽然被解救出来，但还陷在其中，难以解脱。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些肉身出国的人也是脱离邪教，需要慢慢的恢复，了解现实社会。还有人虽然肉身出来，但还是受影响，一不小心又回去，或者帮着邪教拉人头，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就是你看一下，大家去搜一下好吗？我就不说了，这个那个19个不准，就是要求这些党员啊，你下班以后还有19个不准管着你啊，这什么情况？这是啊，你说领导干部你有一些身份的特殊性，有些约束可以理解哈。你普通的人一个党员，你还得去下班，你还得管着他，这不是邪教是什么？观点，以前苏联把核弹瞄准欧美，距离又近，西方就知道害怕，而且齐心。现在 CCP 在武器和科技上示弱，欧洲则不懂得害怕，实际上他们是比苏联更可怕的对手。CCP 3大武器，渗透、分化、思想控制，都是可以置西方于死地的。是这样的。提问，美国黑人地位高是否与马丁路德金有关？亚洲人为什么出不了民权运动领袖？请教王生。第一，美国黑人地位不高，为什么？美国讲的是什么？美国讲的是平权。什么叫平权？平权就是平等的权利，明白吗？不存在地位高的问题啊，所以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人平等。所以呢，你还是一个中国思维啊，跟马德路德金是个人权领袖，人权领袖追求的不是我要高人一等，他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大家平等，要有个平等的概念。中国人没有平等概念啊，所以我要跟你讲，就是这个问题啊。民权运动的领袖从哪里开始来？为什么没有？因为有等级观念，追求的是平等，民权追求的是平等，而不是高人一等啊。情况，日本对华贸易顺差不大，但是更多的是许多在中国开厂的日本公司，他们的利润是计入中国的顺差的，但这些公司的势力深入日本政界，这就是日本仍然对华不够强硬的原因。日本对华，日本呢，反正这些年呢，他的策略其实很简单，我不挑头啊，我也不得罪你啊，除非涉及到我的根本利益啊，那我就会呲下牙，但是呢，我也不跟你闹翻，就是闷声发大财，我就能挣钱我就挣钱，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日本人。我对日本的评价就是，日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在国际事务当中，他不愿意充当一个叫什么，
他不愿意充当一个领头人，他也不愿意付出太大的代价，所以他对中国不会那么强硬啊，道理就在这里啊。那当然，日本的企业也在中国，中国有很多日本的企业，但是其实在中国的日本企业，现在还在中国的企业都是相对比较低端一点的日本企业，高端一点的日本企业都回日本了啊，回日本了啊。为什么？因为高端一点的产品都要去欧美，特别是去美国，那他就不敢了，他就得赶紧回去，要不就搬到越南去啊，大概是这样啊。情况，台湾股市加权指数已经逼近疫情前最高的11900多点，今天已经11600多点，最低是3月19啊，19年3月8600点，3月19号的8600多点，2个多月涨了3000点，看来台湾疫情影响已经快过去了，台湾已经快过去了啊，美国欧洲应该已经结束了啊，欧洲已经，但是我今天看默克尔说要迎接第二波，我不知道他什么理论啊。那理论上欧洲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应该很快会结束啊。美国重启这件事情会不会因为这个一系列大规模抗议，但从目前来看没有反弹啊，目前看没有反弹。应该美国也是快进入第二阶段啊，各个州都不一样啊，有些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有些还reopen 就是重启的第二阶段，有些还在第一阶段啊。提问王老师你好，请问中国股市还是挺平稳的，是不是完全在政府的控制之中？政府能不能完全控制呢？我不觉得。如果他能控制的话，那中国股市应该一直在涨啊，因为政府一直很想股市涨起来。为什么控制不了？原因是规模太大了啊！你搞一下维稳行情还行，但是你说要把股市拉起来没那么容易啊，因为股市规模已经有这么大，所以政府通过什么来维稳？主要是通过2个，现在啊，第一个就是舆论啊，舆论洗脑，就是只讲好的，稳预期啊，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国家队，国家队在关键的时候拉几个指数股啊，把它拉起来，大概就是这样。它完全控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好多的钱啊，没那么多钱，到处都要钱，到处都要钱，你想想。观点想起上次香港金融海啸，索罗斯狙击港元，香港金管局只关注保卫港元，结果保住了港元汇率，却想不到索罗斯打的是组合拳，在股市收获丰厚回报。上次主要是老虎基金啊，不是索罗斯啊。金融风暴时它是这样，当时是这样，就是打了一个组合拳。什么组合拳呢？其实他们早早的已经到了香港啊，老虎基金啊，那一次不知道有多少钱，有些人说是几百亿啊，几百亿港元。他们呢前线早期就已经进去了港元，而且很早啊，所以现在这一次他们做了很多准备，特区政府做了很多的准备啊。他们的剧本是这样的哈，他们的剧本是早早的已经潜伏到了香港，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情，跟这些大的基金借什么呢？借股票，借了一堆的股票啊，借了一堆，手上握的一堆的蓝筹股啊，这是第一个动作做完。第二个动作做完什么呢？慢慢的在市场上慢慢的累积什么呢？累积这个期货，恒生指数的期货合约，做空啊，他就是买空的合约，手上握的一大把的这个做空的这个合约啊，手上握着一堆的股票，然后又手上握着一堆的期货合约，就是做空的期货合约啊。
然后这个就开始准备到位了，然后他就去什么呢？他就去菜鸡市场啊，菜鸡市场借钱，借钱啊，开始一借钱，哎，金管局去看，哟，有人开始在市场上买港元借钱啊，这借钱不行啊，这要钱一给他借走了，这是准备沽港元啊。这个特区政府的判断就是这是要沽港元啊，这沽港元怎么行？那我就怎么办？好办法，有个办法非常简单吧，把利率抽高，把利率抽高，他把利率一抽高，借港元的成本不就上去了吗？通常这是一个叫什么？这是一个击退狙击的其中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就是你借钱的成本太高了，你就根本一算账根本不值得就撤了啊。他就特区政府持续的把利率抽得非常的高，利率一抽高，后果是什么？股票市场就暴跌，因为你利率上去，股票市场不就跌下去了吗？股票市场就暴跌，在股票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老虎基金他们就开始抛售什么，手上拿着这个之前借的这个股票就开始砸盘，疯狂的持续的砸盘，砸到这个可能我不知道跌了多少了，反正跌了非常非常的多啊，跌到最后，特区政府一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的主控目标是在股市，然后就去，就出手。这个出手的是谁出的手？就是后来的特首，这个叫曾荫权。曾荫权当时是财政司司长，他就指挥谁呢？他就指挥这个任志刚。任志刚当时是金融管理局的局长，他带着任志刚说，我们就去市场上买港股，买了一堆的港股下来，买港股，那当然港股就稳住了，甚至反弹了。那这些叫什么？这些老虎基金不就一看哟，港股开始反弹了，那我就平仓吧，他就平仓了。他一平仓，那就收割就撤了吧，大概就是一件这样。但是当时特区政府出手，后来这手上就握了一堆的股票，后来再把它打包成一个基金啊。盈富基金就是这么来的，政府手里握着一堆的股票，他还不能在股市上卖掉，那怎么办？那就打包作为一个基金，在市场上再慢慢的放出去，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老虎基金就大胜而还啊，大概是一件这样的过程啊。那这次会怎么样？这次就是不让借股票了啊，然后又不让借什么港元了，反正就是他又做了很多防范的动作。但是你想一下，这些叫什么？这些资本市场混的这些人，那年薪都几百万美元，他们设计的方案，他们在资本市场那些路数，我们是想不到的啊。问题：中共在香港的金融维稳，刚好给控方提供了更多的弹药，联系汇率崩溃的概率很高。王先生，如果联系汇率崩溃，那还在香港的香港人会怎么样？像联系汇率如果崩溃了，那香港人的主要的资产也会崩溃掉，就是楼价也会崩溃掉啊，会怎么样？就会过一段时间的苦日子啊，大概是这样。情况今天心情很不好，妹妹上午电话告诉我大伯自杀了，68岁，身体健康。因为我大妈去年脑溢血半瘫，没钱看病，疫情后大伯找不到钱，活不下去。大伯是我父亲的堂兄，小时候住在一个四合院，但10几年前那个院子被村子征收了，给了几万块钱，根本建不了房，后来没办法跟儿子住在一起，钱也被儿子骗花了。60多岁的人还得每天出去找钱。我来自安徽的一个小县城，现在在北美生活，农村的日子真不好过。是这样的，是这样啊。
观点：美国政府在卖香港领事馆的地产以及其他房地产，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所以估计香港房地产或其他资产会有变动。情况：香港最近房市几乎在抛售了，刚刚路边看见一套 1.4 亿，现在9000万出啊。观点加提问：中国现在的经济是货币紧缩所致，中国 80% 的财富掌握在 2% 的人手里，中低层手里没有多少财富，造成内需严重不足。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印钱发给中低层人群才消费，或者通过基建拉动内需，但是只是治标不治本。中国贫富悬殊严重，未来是否会物价暴跌然后暴涨？为什么呢？为什么暴跌又暴涨呢？为什么呢？我不理解你说的这个道理是什么。观点：王先生有所不知，中国股市完全被当局控制，大小券商绝对听命于当局。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中国在所有的经济领域，它的经济政策都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然后就告诉你我打哪是哪，就我打到哪里我就告诉你，我就其实就是要打这里的。所以你们对中国的股市，中国股市当然它是上下其手，这个是正常啊。它这中国当局持续在股市里面都在干这件事情，这个不奇怪啊，这个不奇怪。但是，他们对股市有多大的控制力？我不认为它有非常大的控制力啊。当然，它有改变规则的这种控制力，但是在股市上面。它没有太大的它如果有控制力的话，它就会把指数拉个30%吧，我认为是这样啊。我没有炒股票，但是我知道股市啊。好，明谢张胡鹏，谢谢。只要能上直播，坚决支持王老师啊，躲在会议室里听直播。OK， 好吧。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检查一下你的关注还在不在。最近细分洗得很厉害，最近平台反正对大家跟我一直就过不去，反正大家支持我就好，好吗？谢谢大家，谢谢。